OK， 兄弟们 ，QZ 的骁600这辆车终于有试驾车了。这辆车无论从价格还是造型，我都蛮喜欢的，2999的售价，然后它的造型有点像哈雷的泛美，我其实蛮中意它的。所以今天我们到了福州百乐来试驾这一台 QZ 的骁600。OK， 首先是外观部分，这台车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油箱了。这个油箱非常像那个哈雷的泛美，说实话我蛮喜欢的造型的。然后是个大排气，这个排气就是我觉得 ATV 应该有这种上扬的大排气才好看。然后到前脸部分，这辆 ATV 它没有了以前那种所谓的鸟嘴，它用了一个这种像矩阵式大灯的造型吧。然后原厂自带射灯，再也不用因为装射灯被1087了，我觉得这蛮好的。然后是发动机部分，这台车它其实跟赛550一样，用的是550排量直列双缸270度曲轴的一个发动机。这台发动机已经经历过2代，这台发动机的赛550上反馈蛮好的，所以理论上它在骁600上也不会差哪里去。所以今天我们都要试一下坐垫部分，这个地方有一个小隆起，应该是能够给驾驶员一个很不错的支撑，然后后坐垫也很大，我蛮喜欢的。那么这辆车理论上载个人骑应该不会差。这台车比较吸引我的几个点啊，第一个是它是有手把加热、坐垫加热，然后 ABS 可关在这里，然后 TC 也是可以关的，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部分。然后是自带射灯，这个仪表吧，还是 QZ 这祖传的仪表，从之前赛250到反正各类包括骁750都这个。然后这个表它这次是加了一个就是加一个光敏电阻，我不知道在哪里，就到了白天是白的，到晚上变暗，这点蛮好的。只不过这个 UI 我是真的不喜欢。那我们来试一下这辆车啊，在试之前我们来试一下这台车的大撑，其实蛮好支的。你看，我单手扶住车子，单脚轻轻一踩，差一点就起来了。这辆车的单撑特别好踩，我现在只是用单脚单手扶住免车道而已。所以这辆车的设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好，我们来试下坐高哈。好嘞，这辆车体量还是蛮大的。OK， 那现在我坐上车之后，老样子，我一样是一个2只脚前脚掌完全着地的状态，然后呢，脚踏板会有轻微干预到我的脚，不过这个可以理解。哇，这油箱真的好长哦，从仪表到油箱有个非常长的一个距离，蛮不错的。然后现在这个坐姿很直立，上半身非常直立，然后这个风挡偏小，风挡是不可调的，这个估计后期应该会有第三方改进，让风挡大一点，我就会好很多。好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把车骑起来吧。先听下声音。270度曲轴的鼓动杆，直列双缸。点个火，哇，这离机好远哦！你看，我要放这么多，我们走起来。第一次骑这个车，让我们在园里头先简单绕绕看，感受一下。1档303000转，哇，扭矩还蛮充沛的。6000转。6000转50的速度，镜子不抖，再快一点。到7000转镜子还不抖，这园区里没办法试，我们到外面去试试看。OK， 我们出来了。那首先讲坐姿部分啊，这辆车正襟危坐，非常直立，很舒服。然后呢，我刚刚有提到它的这个后排乘客坐垫有个小凹起，现在刚刚好顶在我的尾椎骨的位置，起到一定的支撑，就是它有比中间没有好嘛。我的脚是可以夹在这个油箱这里，正好是夹在坐垫这个地方，夹挺舒服的。上半身非常直立，然后呢，手臂是微微下垂。风挡的效果，这个风目前是正好吹到我相机的位置，大概就在眼睛以下，就是坐姿部分。如果说后期有个大风挡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车的一个风阻保护应该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车前段在6000转以内，它转速拉起来是很线性的，并不会说像有些车子它很冲，它不冲的，它的扭矩有那么点像 KTM 690，就是它扭矩来得很快，但它来得很线性，它不会像疯狗一样啊，不会像790那种疯狗一样，它反而更像690的感觉。等个红灯，挂档很好找，1档、空档、2档、
3档、4档、5档、2档、1档，挂档很顺，挂档非常丝滑，蛮不错的，挂档很好挂。然后呢，打档的感觉也很好。这个车的排气声音不算大，这辆车以这个体量，它的排气声不算大，甚至我感觉它发动机这个270度曲轴这个鼓动声，它会比排气声更大一点。不知道我麦克风能不能录得出来？我的感觉是它的排气声是小于发动机声音的。来，我们起步试一下。1档断油是70不到，2档断油是100，不能再快了。那么这样推测，3档断油应该是在120到130区间，这个动力城市驾驶完全没问题，太够了。它的提速很线性啊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它不会像790那种疯狗似的，你给油迅速扭矩给你拉满，跟那个电动车一样。我对这辆车预期会更高一点嘛，我希望它的提速能够再迅猛一点，只不过它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，这并不是个坏事儿，只是跟我的预期不同而已。重刹前减震下沉的量不大，我们待会儿去前面去试一下这辆车重刹、急刹以及正常这种点刹的效果如何。这个 Brembo 刹车配合马祖奇的减震，理论上它的调教应该是不错的这个组合，试试看吧。目前是一个原厂设定，我没有去做任何的调整，原厂什么样就什么样子。那就以目前我的一个坐姿，前脚掌着地，下压的话，后减震的下压量是比较大的，前减震的下压量没有那么大，并且回弹阻尼，后减震回弹阻尼会更快一些，前减震会更慢一些。OK， 先起步，走起来。来试一下无离合换挡，3档、4档、5档，降档。哦，这个滑动离合的反应很快，很舒服，我蛮喜欢这个滑动离合的。它在各个转速、各个档位，只要你手给的好，没有任何感觉啊。无论是升档还是降档很顺，没有顿挫。升档，6档了，可以的。6档扭矩如何？现在是58，转速2500，还可以，这个扭矩有的。降个档，再降个档。来，档位升起来，升到6档，2000转有点咳嗽哦，2500开始没咳嗽了。6档2500转，现在是66速度，给一把油，车速能起来。这个车低扭没问题，可以的。连降2档，这辆车滑力不错，滑力相当丝滑。这辆车其实在翻身的时候，特别速度快起来，翻身会有一点点的迟钝，没有那么的顺畅。你看，相比于绅士 703F， 它的翻身没有那么快。哎呀，这个动作没做好。但是刚刚下去那下前减震确实前减震偏软一点，它下去之后有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沉量，然后到收上来，它的回弹阻尼做的还不错，调的还不错吧，我觉得。但是它的前减震偏软，支撑偏软一点。如果说我身高180，体重170，如果你跟我差不多身材的话，我会建议你把前减震的预载调大一点点啊，前减震偏软了。今天这地方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尝试这辆车压弯的感觉，更多是一个城市道路驾驶的感受吧。这辆车低扭是 OK 的，然后滑离、换挡、挂档都没有问题，动力也是 OK 的。我们等会儿找个地方去试一下减震。试减震的话，我可能就只能去试减速带了，不然没条件。哦，当你习惯这个离合器这么远距离之后，还是很得心应手的，对吧？这辆车你看它在转弯的时候推把有点慢，偏慢了一点点，不够灵活。而且你推把下去的时候，明显能感觉到前减震会先下压一下，然后再上来就把你车子给顶起来。这一点是我觉得前减震支撑不够导致的。这个动力摩旅城市代步、周末跑小长途完全够用了，太够用了。我还蛮喜欢这辆车的，我对这辆车其实抱有很高的预期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便宜啊，29999，全部做完可能也就33000这样子，能买到一辆550排量，550是一个中排量 ADV，这是几年前想都不要想的事情，是吧？多香啊！
OK， 我们进去园区去试一下减速带，试一下刹车，顺便去地库试一下驾驶灯光吧。哎，不对 ，I'm sorry， 走错了，这是出口，我应该从这儿进去，这儿是入口。来吧，正好这有减速带，试一下。前减震软，3个连续减速带，前减震直接过去，没有弹跳，但后减震明显跳动很大，单个就没事儿。前减震能够很平滑的过去，没什么弹跳，但是后减震它就会薄一下起来。好在是这辆车前后减震都是预载可调，这点蛮好的。我觉得作为一台不到3万块钱的车子，配置能做这么高，真的已经没话可说了。我还蛮喜欢这车子的。说实话，我对 QJ 车子没有什么特别不好的印象。我买过非常多 QJ 车子，就目前而言，没有一台出过问题。比如说最早的黄龙300、黄龙600，到黄巡600，包括我朋友也有过一辆那个金鹏502，很老那款，发动机都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基本没出过问题。包括我身边很多骑龙6的车子也没什么问题，所以我对 QJ 没有特别不好的印象吧。这一段路我们来试一下刹车，拉到60。